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2019年6月4号凌晨3点27分，地点在北京，一个29岁的年轻人，双眼死死盯着电脑屏幕，脸上呢浮现出一丝早已算计好的笑容，不是紧张，而是兴奋。易贝的竞拍倒计时终于归零了，456万美元，一场天价的午餐就这样被他收入囊中。这个不是冲动，而是表演，一次让全世界都能够记住他名字的表演。他要做的就是震惊世界，整整3000万人民币。要知道这笔钱在北京能够买3套房，够普通人工作100年。而他呢，只是为了和一个89岁的老头吃顿饭，全世界瞬间炸锅。华尔街日报写道，加密狂人向股神发起挑战。彭博社调侃，有钱人的游戏又刷新了下限。中国的微博上更是骂声一片，又一个想出名想疯了的暴发户。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真正的戏剧在1个月以后上演。就在全世界都在等着看这场新老金融巅峰对决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在赴宴的最后一刻发了一条微博，由于突发肾结石，不得不推迟与巴菲特先生的午餐。什么456万美元的午餐因为肾结石就要被取消了吗？巴菲特的助理哭笑不得。89年来，沃伦第一次被人放鸽子，网友们也彻底疯了。史上最贵的肾结石，这肾得多值钱呀！我感觉我的肾都开始疼了。这个人是谁呢？有人说他是天才的创业者，不到30岁就掌控了数百亿资产。有人骂他是币圈收割机，专门收割散户的钱。也有人叫他营销鬼才，每次出手都能够制造全球的话题。还有人称他为孙哥，割韭菜的割，这个外号在币圈如雷贯耳。他就是孙雨晨 Justin 孙，一个从青海小城走出来的北大学霸，一个在硅谷学会了用金钱购买注意力的商业天才，一个让巴菲特破天荒第一次体验到被放鸽子滋味的90后，也是一个让无数投资者爱恨交织的争议人物。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个90后是如何用15年的时间，从一个青涩的学生变成加密世界里最被追捧也最被咒骂的玩家。他到底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还是最精明的骗子？这个故事比你想象的更精彩。1990年7月30号，青海的西宁，海拔2200米的高原城市。孙雨晨呢，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呢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典型的中产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很高。小时候的孙雨晨却是一个让父母头疼的问题少年。9岁的时候，班主任家访，您儿子很聪明，但太出风头了。今天呢，他居然在课堂上说，老师你讲错了，应该是这样。然后呢，跑到黑板面前给全班的同学讲课。12岁，初中，同学们都在背课文，他呢却在研究国富论，还组织了一个经济学兴趣小组，每周呢给同学们讲如何赚钱。校长找他谈话，孙雨晨，你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回答，校长，学习是为了赚钱呀，不赚钱学习有什么用呢？关于他的高考，一个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最初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但因为在新概念作文大赛里边脱颖而出，才借助自主招生的机会敲开了北京大学的大门。2007年，17岁的孙雨晨踏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中文系录取，但这个选择只维持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很快就申请了转系，要去历史系。理由呢？对外他说，历史能让我更清晰地看透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但室友私下透露，他觉得历史系更实用，对未来的发展更有帮助。在北大，孙雨晨彻底成了一个异类。当同学们在未名湖畔谈诗论道的时候，他呢却在宿舍里边炒股。2008年世界的金融危机，整个市场都在亏钱，他呢却用5万的本金赚到了20万。怎么做到的？别人恐惧时我贪婪，他很得意地说，巴菲特教的。室友后来回忆，孙雨晨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看美股收盘，再看 A5 开盘，晚上要熬到凌晨2点，不是在看 K 线图，就是在写商业计划书。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他疯了。
更疯狂的是，大3的时候他就开始创业。第一个项目校园二手交易平台失败，第二个项目考研培训班失败，第3个项目留学中介还是失败。但每次失败以后，他都会总结一句话贴在床头：失败是因为我还不够狠。2011年，孙雨晨呢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东亚研究硕士。父母呢激动的几乎快哭了，儿子终于走正道了。东亚研究多有前途的专业，毕业以后可以进外交部当大使。但孙雨晨心里想的就是硅谷我来了。在宾大的期间，孙雨晨频繁往返于硅谷，他参加各种创业活动和黑客马拉松。2012年，他在一次比赛当中认识了 Ripple 的创始团队。当时的 Ripple 才刚刚起步，正在寻找亚洲市场的合作伙伴。孙雨晨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用流利的英语和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打动了 Ripple 的 CEO Chris Larsen。据孙雨晨自己在采访中透露，在美国期间，他确实非常勤奋，每天呢要学习16个小时，旁听各种商学院的课程，参加所有能找得到的创业讲座。他在 GQ 采访当中说：“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技术天才，永远也写不出改变世界的代码，但我可以成为最懂营销的人，最会讲故事的人。”一位宾大的同学回忆 ，Justin 总在问问题，有的时候问题多到让教授都觉得他很烦，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执行力确实惊人。说要做什么，第2天就开始行动。2013年，孙雨晨呢回国了，随身带着2样东西，一台 MacBook 的笔记本和一个疯狂的想法，他要用区块链去颠覆旧金融的游戏规则。回国的第一件事，他加入了 Ripple Labs， 成为大中华区的首席代表。Ripple 是什么呢？一个想要革 Swift 命的区块链项目。Swift 就是全球银行转账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23岁的孙雨晨开始在中国各地演讲、写文章，接受媒体的采访。有人说他是最早的区块链布道者，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推销员，用尽全力把自己给卖出去。他开始在全国各地疯狂地奔走，3个月跑了27个城市，见了上百个投资人，被拒了上百次。最惨的一次，在深圳的一个破旧的会议室里边，台下只剩了3个人，其中1个还在睡觉。但孙雨晨还是激情澎湃地讲了2个小时。结束以后，唯一醒着的听众说：“小伙子，你是搞传销的吧？”2014年，孙雨晨离开了 Ripple， 创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真正的项目陪我 App， 一个有点暧昧味道的语音社交应用。slogan 是声音恋爱始于陪我。为了推广这个 App， 他依旧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高调的打法，花100万请网红代言。这在当时呢是一个天价。在北大、清华举办声音的选美大赛，甚至自己上阵录制土味的视频。最疯狂的一次，他包下了北京地铁一整条线路的广告位，标语是寂寞的夜晚陪我陪你。结果第2天就在微博上给骂翻了，这是什么擦边球的广告？但孙雨晨很开心，被骂他也是流量啊。结果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陪我就突破了100万用户。很快 IDG 资本投资了1000万美元。25岁的孙雨晨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滋味。2017年是加密货币疯狂的一年，比特币从1000美元涨到了2万美元，以太坊从8美元涨到了1400美元。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下一个比特币是什么？孙雨晨这个时候嗅到了机会。2017年的7月，波场创白皮书发布，愿景很宏大，让互联网重新去中心化。这个想法本身是很有价值的，内容创作者可以直接获得收益，不需要平台抽成，用户可以真正的拥有自己的数据。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将更加公平和开放。但很快有人发现问题，至少有20页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的抄袭了 IPFS 和 Filecoin 的白皮书，连标点符号都没改。 Reddit 上瞬间炸锅了，这是我见过的最无耻的抄袭， Justin 孙就是一个骗子。面对质疑，孙雨晨的回应也令人意外：是的，
我们的确参考了很多的优秀的项目，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够看得更远，做得更好。尽管争议巨大，但波场的 ICO 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7年的8月，短短几天的时间募集了7000万美元。孙宇晨是怎么做到的呢？秘密武器之一币安，他直接找到赵长鹏 CZ， 承诺给币安巨额的上币费。波场成为币安最早的明星项目之一。秘密武器之二，营销轰炸，每天至少发20条推特，雇佣了100个水军在各大论坛上造势，甚至买下时代广场的大屏幕。秘密武器之三，名人站台，他宣称得到了马云的支持，虽然马云从未公开承认过，但这个故事让无数的中国的投资者买单。波场主网上线以后，号称 TPS 也就是每秒的交易数达到2000，远超过以太坊的15。技术人员发现，这是通过牺牲去中心化而实现的。波场只有27个超级的节点，而以太坊呢有上万个。威神在推特上讽刺，如果你只要速度，你用 Excel 就够了，为什么要用区块链呢？孙宇晨回击，至少我们的 Excel 比你的区块链要快100倍。2019年的6月，孙宇晨以456万美元拍下了巴菲特的午餐，一度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后来呢，他突然宣布，因为肾结石推迟与巴菲特的会面。真相是什么呢？据知情人透露，他疑似被边控限制出境，虽然未获得官方的证实，但当时是相对可信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2020年的1月，午餐终于成型，地点改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孙宇晨带了几个朋友，包括莱特币的创始人李启微，他送给巴菲特一个3星的手机，里面有价值200万美元的波场币。巴菲特笑着说，我终于有加密货币了，但我还是不会投资的。饭后呢，孙宇晨发推，巴菲特说加密货币有长期的价值。巴菲特办公室立即澄清，沃伦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但对孙宇晨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名字永远和巴菲特捆绑在一起了。在币圈，孙宇晨有2个外号，一个是孙哥，哥哥的哥，一个是孙哥，割韭菜的割。这2个称呼呢，看似只差1个字，背后呢，却是他和散户之间从蜜月到决裂的整个历程。2017年波场横空贯世，牛市的浪潮席卷全球，比特币、以太坊扶摇直上。在这个大的牛市的背景下，波场币 TRX 的价格一路暴涨， ICO 价格 0.0019 美元，上线币安 0.003 美元，一个月以后 0.03 美元，牛市高峰 0.3 美元，整整涨了150倍。那些早期相信他的人真的改变了命运。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听了孙宇晨的故事以后，把全部的积蓄2万块钱投入了 TRX。 现在我在深圳买了房，娶了媳妇儿。一位早期的投资者在微博上激动地写道，我刚毕业的时候月薪只有3000块，投了 TRX 以后，现在已经不用上班了，我退休了。孙哥改变了我的人生。另一位粉丝的留言获得了上万个点赞。那个时候的币圈社群到处都是这样的造富传说，孙宇晨呢也成了无数普通人心目当中的造富之神。那个时候大家亲切地叫他孙哥，这是真正的哥哥的哥。更重要的是，孙宇晨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草根逆袭的领袖，北大高材生，留洋美国 Ripple 的背景，甚至要去挑战巴菲特。这样的故事对普通的年轻人来讲，完全是一个逆袭的模板。再加上波场社区在微博、推特、微信群的疯狂动员，人们真心的觉得跟着孙哥未来有希望，财富自由不是一个梦。于是呢，孙哥成了那个牛市里边无数散户口中的希望之星。可好景不长，2018年熊市来临，市场一片哀嚎，波场基金会被质疑在高位的时候不断抛售套现。有区块链分析称，在0.2美元以上的价位，疑似有数十亿枚的 TRX 被转出交易所，套现金额或超过1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呢，无数散户还在高位追账的时候接盘。一位投资者在论坛上愤怒地写道，我在0.28美元的时候买入，以为跟着孙哥能赚钱，
结果孙哥在2毛5的时候就跑了，留下我们这些傻子在山顶上吹风。这是散户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背叛。原来孙哥不是带头赚钱的哥，而是把我们卖了的哥。更糟糕的是，波场的生态内的项目开始展现出一种诡异的规律，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开盘即巅峰，随后呢一路暴跌。典型的案例包括 Win 上线首日暴涨500%，一周后跌回原点。 BTT BitTorrent Token 发布当天涨了300%，随后持续下跌90%。JST Just 开盘即历史最高点，后续再无突破。还有一个典型的模式重复了无数次：第一步，孙宇晨发推特预告新的项目；第二步，币价暴涨，媒体开始疯狂的报道；第三步，散户 FOMO 的冲入到这个项目里边去；第四步，项目方和早期的投资者高位套现；最后一步，散户被套在山顶上。一位资深的韭菜总在波场生态投资有一个铁定的定律：孙宇晨发推的那一刻就是最佳的卖点。如果你看到消息才去买，恭喜你，你已经成功接盘了。还有几个关键的事件把孙哥的形象彻底的摧毁。2020年 JustSwap 的惨案。 JustSwap 上线被誉为波场版的 Uniswap。 孙宇晨在推特上豪言，去中心化金融的未来就在这里。但上线后的 JustSwap 成了什么？一个充斥着欺诈项目的赌场。无数的土狗项目在 JustSwap 上线，专门收割不明真相的散户。孙币 SUN 开盘暴涨1000%，短短几天就腰斩再腰斩，投资者哀嚎遍地。PLB 号称波场的生态明珠，结果上线没多久就暴跌90%。DASB 宣称革命性的游戏代币，1周以内跌到尘埃。一位受害者痛哭：我把房子卖了 all in 孙币，现在呢全家都在出租屋里边。2020年 Steemate 的独裁风波，孙宇晨收购了去中心化的内容平台 Steemate， 但他做了一件彻底违背区块链精神的事儿，用钞票来控制投票。他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强行改变 Steemate 的治理决策，把原来的见证人相当于董事会全部换成了自己人。这彻底的激怒了整个区块链社区。原 Steemate 的创始人也愤怒的发文：这不是去中心化，这是独裁。威神呢直接在推特上批评这种行为违背了区块链的基本的价值观，连一直支持他的粉丝都开始质疑：孙哥，你变了，你已经不是那个要颠覆中心化的理想主义者了。2022年 Luna 血案当中的吃血馒头。2022年的5月 Terra 生态崩盘， Luna 和 UST 双双归零，整个币圈血流成河，无数的投资者倾家荡产，甚至有人因此自杀。就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哀悼的时刻，孙宇晨发了一条推特：波场道将全力支持 Luna 生态重建，我们已经准备了1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币圈彻底炸锅了，有人觉得他是伸出了援手，但更多的人骂他是蹭热度，趁机炒作他自己的 USDT 代币。人家都死了，你还在这里边打广告，吃人血馒头也不带这么明显的吧？这条推特成为了压垮孙哥形象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孙哥彻底的变成了孙哥。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是整个币圈散户集体情绪的写照。从狂热的追随到彻底的绝望，从深度信任到愤怒的咒骂，从财富的导师到收割机器。2017年的微博评论：孙哥我爱你，跟着你我实现了财务自由。孙哥你是我的偶像，90后的骄傲，感谢孙哥改变了我的人生。2023年后的微博评论：孙哥又出来割韭菜了，大家小心。看到孙宇晨我就想到我亏的钱，血压都上来了。奉劝新人远离一切和孙哥有关的项目。但最复杂的是，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对孙宇晨的感情依然很复杂。那些在2017年因为他而暴富的早期的投资者，至今还会感谢他。虽然后来的操作我不认同，但我不得不承认，是孙宇晨改变了我的阶层。而那些在高位接盘的散户对他恨之入骨。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认识了孙雨晨，听信了孙哥的鬼话。也有人保持着理性的观察，孙雨晨确实有商业天赋，波场在技术上也有贡献，但他的营销手段太激进了，经常误导普通的投资者。这个就是孙雨晨在币圈的真实处境，一个让人无法简单定义为是好人或者是坏人的复杂存在，一个同时承载着感激与愤怒、崇拜与咒骂的争议性人物。从孙哥到孙哥的转变，不仅仅是他个人形象的变迁，更是整个加密货币行业从狂热走向理性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充满机遇与陷阱的加密的世界里边，英雄与骗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孙雨晨正站在这条线上。即便在币圈的口碑已经崩塌，孙雨晨从未停止过加戏码。2021年底，他突然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格林纳达驻 WTO 大使，一个加勒比的小国，人口只有11万。网友调侃：花钱买了吧？孙雨晨回应：这是对我国际影响力的认可。到了2025年，孙雨晨又被爆出是最大的川普币持有者之一。很多人揣测，这或许是他向美国政坛释放的政治现金，借此为自己在监管与合规上的麻烦提前买一份保险。而几乎同时，他的名字再次和川普家族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绑在了一起。他不仅是早期的主要的持币人，还多次为这个加密新秩序的项目站台。然而呢，就在不久前 Wolfie 的官方在推特上公开指控孙雨晨大额抛售，导致价格暴跌，甚至直接冻结了他的钱包。消息一出，社区一片哗然。而孙雨晨在推特上回应：我是无辜的，这完全是误解。但市场上并没有买账，对很多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他漫长争议当中的又一次小插曲。在币圈，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争议的代名词，从政坛到金融，从交易所到社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伴随着骂声与质疑声。所以在币圈从来就不缺故事。可故事到了这里，我们也不能只看到黑暗的一面，因为孙雨晨的另一张面孔却常常出现在慈善捐赠和行业推动的舞台上。2018年，他向币安慈善基金捐赠了300万美元；2019年向格莱德基金会捐赠了456万美元；2020年疫情期间捐赠了1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2021年向牛津大学捐赠了500万英镑设立奖学金，累计下来，他捐赠额超过了2000万美元。这些举动，有人的质疑是形象工程，但不可否认，确实给一些机构和群体带来了帮助。在加密的行业里边，孙雨晨和波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波场有的时候被称为全球第3大的公链 ，TRC20 USDT 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稳定币转账标准。这一点可以说是孙雨晨最大的行业成就。今天呢，你去任何一个交易所提币，如果你想省钱，速度又快，90%用户会选择 TRC20。波场的生态里边确实也承载了数千个 DApp， 但波场上的 DApp 更集中在博彩类和高风险的项目，这让人质疑其生态的长期价值。但不可否认，它降低了门槛，让更多人第一次接触并使用了区块链应用。一位开发者说，不管你喜不喜欢 Justin， 波场确实让区块链应用变得更便宜、更快速。2023年，孙雨晨在一次演讲当中说过，我知道很多人骂我，说我是骗子，说我是小丑，但我还是想告诉年轻人，世界不会因为你的乖巧就会奖励你，你必须敢于与众不同，敢于被人讨厌，敢于挑战规则。是的，他的确张扬，甚至争议满满，但也因为这种极端的性格，他才在加密的世界里边留下了难以忽视的存在。2025年，35岁的孙雨晨依然是加密世界里边最难忽视也最难定义的名字。有人说他是敢于不断破局的创新领袖，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擅长制造噱头的资本玩家。最近呢，他的动作依然停不下来，高调推出波场超算，宣布战略投资脑机接口公司和低轨卫星网络，他还亲自运营太阳日报。他再次放话，我们不只在建造产品，更是在书写未来，
2025是波场实现真正去中心化治理的关键的一年。在支持者的眼中，他正试图从币圈的明星蜕变为科技的巨头；而在反对者来看，这一切仍旧是熟悉的资本剧本。可以肯定的是，孙雨晨的2025依然不会缺少掌声与盗彩。这个就是孙雨晨的故事，一个始终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他聪明张扬，善于制造话题。他曾是孙哥，也成为了今天的孙哥。有人呢因他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也有人因为他而倾家荡产。在他身上折射的正是加密世界的矛盾，理想与阻力并存，创新与投机难分。未来他会被记住为投机者，还是行业的推动者？这不仅关乎孙雨晨，而关乎整个加密行业的走向。好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孙雨晨？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下你们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加密故事类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下周五我们会继续带来另外一位加密世界的传奇人物。你最想听谁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里边告诉我们。也许下期讲的就是你点名的人物。这里是加密星球，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